投入灵魂来说，就是真的一定有自己一部分的灵魂在里面，然后去演出这个东西。所以我一直说越界是真的越界了。它除了是剧情里面越界以外，也是我卢彦哲越过这个界，越到了踏入演员的这个身份。Hello， 一期 vide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彦哲。你现在还在拍那《金家喜好媳妇》？对。你之前还有参与越界演出，那我们是一起拍摄吗？没有，我是在越界先拍摄完，然后才接到《金家好媳妇》。越界那时候拿到的时候是一个很完整的剧本，然后他可以做的角色功课很多，他的角色之后很喜欢，然后他虽然有很多的，我们俗称是看到剧本会有很多的洞，然后我们要一直填空，我们要一直填说，他以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才会他现在会讲这个话，然后能够很完整的进入角色。比如说邱子轩小时候做过什么，我设定是国小开始跟贺成就认识，所以是竹马，然后到了国中之后，我们第一次打排球，甚至国小我们就开始打排球。我那时候是很欣赏一个学长，我设定我自己不是天才型球员，是努力型球员，我是把自己的脚操坏。练到打球打到我把我自己的膝盖操爆，然后没办法打球，所以这对邱子轩来说是一个自责，然后也是一个后悔，但是他没办法放弃这个爱的东西，所以我是从前面开始对这些东西。金家好媳妇呢，那时候就是要开拍的时候，我只拿到3集的剧本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听说是要拍150集啊。其实金家很自然，很生活，他就是每天就是跟一般家庭生活一样。那你演过的角色当中，你觉得目前还是很难忘记的？目前很难忘记的，目前来说就是邱子轩。邱子轩真的是我经历过一个情绪高低起伏很完整的一个角色，真的是让我有入戏到。我杀青后，我有2个礼拜，我有一点6神无主，就是我还没有办法抽离那个状态。这2个礼拜我一直在约朋友吃饭聊天，然后看电影，然后我希望可以赶快出来，因为子轩那时候下的感情很重，对，所以他目前为止还是我最喜欢和最深刻的角色。我那个时候接演邱子轩之前，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，然后都是17年前面都是接广告为生。然后我那时候也去上了一些表演课，然后有一个表演老师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我在上完他表演课之后，他跟我说：“你让我看到你真的有对表演开始产生热情。”所以我那时候上完他表演课，我跃跃欲试，我很想尝试一些新的表演，然后新的演出。然后那时候刚好接到越界，然后接到越界之后，我就看了剧本，我很喜欢。所以你的吻戏有 NG 很多次吗？还是就是吻戏应该是以那个做梦那一场来说，一开始没有达到导演的要求，就是我们亲了蛮多次，才达到导演说的小路出车祸的那种感觉。一开始就是他可能觉得，不对，这不像是一个真的想要对方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尤其是做梦那一场，就是做梦要的是欲望的东西，他就是要侵略性很强，算 NG 很多次啊，就是一直尝试更强烈的吻法这样。但是我觉得很好玩，就是在走戏的时候，导演就说：“你等下就从这边上去。”走戏的时候我就先亲，然后导演就吓到，他说：“我们还没开始哎。”我说：“我们就先亲看啊。”然后少勋，重点是少勋他也没有反，就是他也 OK， 他就是你就亲啊这样，他也没有给我很大的反应。然后就是反正是导演就说：“我们还没开始，你怎么就亲上去了？”你等不及是不是？算是等不及，因为想要赶快试试看。所以对你来讲，你觉得模特儿是演戏比较好？你比较喜欢哪一类？我比较喜欢当演员。以现在来说，我真的很喜欢当演员，因为他可以在某一个角色、某一些点上，把你平常不会的情绪放出来。当你演戏的时候，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把你整个情感打开，我觉得那是一件很爽的事情。因为像我个人，我没有就是为了一件事情放弃而大哭过。但是以邱子轩来说，我为了放弃排球，我在排球场上我可以大哭，没有在就是跟一个人告白的时候，就是情感浓到就是我会想要流眼泪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爽的事情。想知道更多的燕子，记得下集待续哦。